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HSK 5级听力考试分2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1题。1. 最近报纸和网络上都在谈光盘行动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就是号召大家文明用餐，反对浪费。光盘行动鼓励人们怎么做？2. 把这盆花搬到阳台上去吧，放这里照不到阳光。我是特意把它放屋里的，这种花就喜欢阴凉的地方。关于那盆花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. 我最近总是腰酸背痛的。你别整天坐在电脑前面，多出去锻炼锻炼就好了。男的认为女的为什么会不舒服？4. 你看通知了吗？从下礼拜开始，上班时间调整为9点半了。太好了，延后了半个小时，我早上就不用那么赶了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5. 别发愁了，要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你说的对，说不定到时候就有解决办法了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6. 这个建筑方案相当不错，是谁做的？设计部的小张，他在今年这批新人里表现很突出。女的认为小张怎么样？7. 听你说话不像是本地人，感觉是成都那边的。你可真厉害，居然能听出来。我的确是成都人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8. 包裹里面是什么？窗帘，你帮我拿把剪刀过来，拆开看看怎么样？他们接下来最可能要做什么？9. 真巧，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。哎，我的钱包不小心弄丢了，
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在里面，就赶紧来挂失了。男的怎么了？10。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昨天订了一间商务房，我姓曾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11。这只兔子真好玩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养宠物了？不是我的，是隔壁李阿姨家养的，让我帮忙照顾2天。那只兔子是谁的？12。那家企业的工资福利怎么样？据说在同行业里算是比较高的。他们在谈论什么？13。给，尝尝我刚做的点心。好香啊！刚才我在门口就闻到了。男的觉得点心怎么样？14。我月底要去苏州出差，你要烧什么东西吗？那儿的丝绸很有名，你帮我带几条颜色淡点的丝巾吧。女的想要什么样的丝巾？15。王总，新京报打电话来，他们想就这次投资的事采访您。行，你来安排吧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6。贷款利率正在下调，现在买房无疑是最合适的。不过首付还是有点高，我再和我先生商量商量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17。天气预报说今天降温，你把围巾和手套都带上吧。好，你出门也记得多穿些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18。你最近怎么不来找我下象棋了？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，进入决赛了。这段时间都在家里练习。女的最近在忙什么？19。
你怎么把工具箱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？我正组装书架呢，少了2个零件，想看看工具箱里有没有。男的为什么翻工具箱？20。你昨天看的那个讲座在哪儿下载的？我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找到。是我导师传给我的，网上好像没有，我给你复制一份吧。女的是怎么得到讲座资料的第2部分，第21到45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你好，我想把这张票退了。对不起，您这张是打折机票，不能退，只能改签。那也行，麻烦你帮我改签到本周日的同一航班。您稍等，我查一下是否还有票。女的最后决定怎么办？22，西安哪里比较好玩？西安好玩的地方太多了，到处都是名胜古迹。对了，陕西省博物馆很值得去，里面陈列的文物都很珍贵。那我专门抽一天去看看。可以，不过那儿周一不对外开放。女的提醒男的什么？23，喂，是小李吗？我是刘梅。好久没联系了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国庆节那天结婚，想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恭喜恭喜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肯定去。女的为什么给男的打电话？24，最近嗓子总是不舒服。是不是感冒了？不是，可能是空气太干燥了，有些上火。那你多吃梨，梨能降火，吃了对嗓子有好处。女的为什么建议男的吃梨？25，老师刚给我推荐了一份兼职，可惜我没时间。是做什么的？在一家报社做编辑，具体时间是周3至周5，你有兴趣吗？有是有，只是我们学院每个礼拜5下午都有研讨会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26，你们家房子快装修完了吧？对，
已经到收尾阶段了。家具呢，都置办齐全了？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就差个书柜，准备明天去家具城看看。关于房子，下列哪项正确？27，您要买什么保险？我想给我儿子买份意外伤害险，他刚上初中。您可以看看这种，它主要针对18岁以下孩子的。那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下吧。女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28，喂，你现在在家吗？我在超市，正排队结账呢。怎么了？刚才快递员打电话说，大概半小时后到咱们小区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好的，我结完账就直接回家。男的希望女的怎么做？29，大夫，我姥姥怎么样了？手术非常成功，放心吧。太感谢您了，我们能进去看她吗？可以，不过别待太久，病人需要休息。姥姥怎么了？30，谈判进行得顺利吗？还算顺利，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都谈好了。什么时候能签合同？估计就这2天，只剩下几个细节问题了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31到3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2匹马各拉一辆货车，一匹马走得快，另一匹马则慢吞吞的。于是主人把后面的货全搬到了前面的车上。后面的马笑着说：“你越努力，干的活儿就越多。”谁知主人后来想，既然1匹马就能拉车，我为什么养2匹呢？最后，懒马被主人卖掉了。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懒马效应。如果让老板觉得你可有可无，那你离被踢开的日子就不远了。31，关于后面那匹马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2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一个圆被切去了一块，他非常想让自己恢复完整，于是他四处寻找被切去的部分。因为残缺不全，他滚动得很慢，因此一路上他能欣赏花花草草，还能和毛毛虫聊天，
很快乐。一天，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碎块，他很开心，欢快地把碎块拼上。他终于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圆，能飞快地滚动了。但是他发现，因为滚动得太快，他再也无法细心地欣赏这个多彩的世界了。最终，他还是把补上的碎块丢在路旁，重新开始慢慢滚动，享受悠闲而又多彩的生活了。33，那个圆为什么要寻找被切去的那块儿？34，刚找到碎块时，那个圆感觉怎么样？35，那个圆最后是怎么做的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猎人在湖边张网捕鸟，不久便有很多鸟飞入网中。猎人赶紧收网，没想到网里的鸟太多，力气很大，竟然带着网飞走了。猎人只好跟在后面拼命追赶。一个农夫看到了，对猎人说：“算了吧，你跑得再快，也追不上会飞的鸟啊。”猎人却信心十足地说：“不，你错了。如果网里只有一只鸟，我恐怕真的追不上。但现在有这么多鸟，我一定能追到。”果然，不一会儿，因为所有的鸟都想回自己的窝，于是有的往东飞，有的往西飞，乱作一团。最后，那群鸟跟着网一起落地，被猎人捉住了。猎人之所以认为自己能追上那群鸟，是因为他看到了那群鸟的致命弱点，它们目标不一致，因此它们坠落下来是必然的。36，猎人准备收网时，发生了什么事？37，农夫建议猎人怎么做？38，那群鸟为什么最后会掉落下来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人路过一片工地，看到3个工人正在砌墙。路人问他们在做什么。第一个人说：“在干活。”第二个人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在赚钱。”第3个人快乐地说：“在建一座美丽的宫殿。”若干年过去了，前2个人依旧在砌墙，而第3个人却成了建筑工程师。这个故事告诉人们，平凡的工作其实正是大事业的开始。能否意识到这一点，决定了你能否成就一番事业。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当作是一项不可多得的事业，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，
才能获得成功。39. 第二个人认为自己在做什么？40. 多年后，第三个人怎么样了？41.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地球上的水尽管储量丰富，但能直接被人们生产和生活所用的却少得可怜。首先，海水又咸又苦，不能喝，不能浇地，也难用于工业。其次，淡水只占总水量的 2.6% 左右，其中的绝大部分又被冻结在南北两极和冻土中，无法被利用。只有不到 1% 的淡水分布在湖泊、江河和地底下，与全世界总水量比起来，淡水量只是9牛1毛。42. 淡水约占地球总水量的多少？43. 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有些人总是拿着放大镜看别人，这样往往会突出别人的缺点，也使得自己无法信任他人。相反，有的人则是拿着望远镜看别人，因而他们始终能够欣赏到别人美好的一面。但这并不是说放大镜就没用了，放大镜应该对准自己，而非别人。如此一来，放大镜和望远镜就都能发挥出它们最大的效用。44. 用望远镜看别人会怎么样？45. 根据这段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